朕命你为大行令，率李广、苏建、景魁、甘琪、赵次公5位将军，领军20万，挥师北上，迎击匈奴主力。臣遵旨。霍去病，末将在。朕命你为西路先锋，带10万精锐铁骑，率赶夫、太骁、张骞、唐一父4位将军，从河西出发，打通西域之道，然后迂回至匈奴主力军后方，前后夹击，彻底歼灭匈奴。末将得令。乾坤子，微臣在。朕命你为监军，随卫青大军一起出发，随时给朕传回前方消息，并将朕的指令及时布达前方将士。微臣遵旨。王怀鄂，微臣在。朕命你为粮草都运使，坐镇长安，负责征集粮草调运。微臣遵旨。诸位爱卿啊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臣有本奏。讲来。可否请皇上下命，命昭阳公主刘楠一起随军出征？哦，朕差点忘了，这刘楠是荆楚军的主心骨嘛。就是。皇上，启奏皇上，荆楚军久驻京郊，早已成为王师。皇上，近日臣的大老婆秋姑身体不适，需要小老婆刘楠在家侍候，恳请皇上体谅。皇上可命刘楠为押粮官押解粮草，这样两边跑虽然辛苦点，但两边都能照顾到。好，准奏。没想到这辈子我还会有横刀跃马、驰骋疆场的机会，我太开心了。公主，我一直琢磨，这个乾坤子打的是什么主意？放心吧，我会谨慎对付的。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呀。那这些年他们的暗箭不一直在射你吗？可他们也没得逞啊。哎，妹子，你可别这么说。东方朔虽然没有死，可他的身上早已经是伤痕累累了。是，我一定会记住老爷跟姐姐的话，小心在意。小仙恭迎皇上。免了吧。皇上请坐。仙长，最近这炉仙丹什么时候可以炼出来啊？启禀皇上，已经炼出来了。皇上请看。这回一次就炼出这么多？这是小仙在梦中受家师之命，特意为皇上闭关1月准备的。闭关1月？什么意思啊？家师太上老君曾对小仙言道：皇上虽是赤龙转世，但由于侵入凡间时间过长，仙气已丧，若想练成长生不老之身，除每天要服1粒仙药之外，还需闭关自守1月。那你看朕何时开始闭关呢？闭关必须选择望日，3日后便可。不行，卫青他们率领大军刚刚出征，朕得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朕得每日等他们的战报消息。哎呀，皇上，此次出兵，无论您过问不过问，都会大获全胜的。再者，
太上老君说了，卫青的大兵到了边关，也只是先拒敌，得等到偏师绕到匈奴的后方，方能与敌决战。等偏师绕到了敌后，怎么也得数月时间。到那时候，皇上您早就开关出来了。皇上下诏，朕今日偶感小样，须静养月余。朝中之事，悉由丞相主持，诸大臣应各守其位，各司其职，不得有误。臣领旨。这皇上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？难道修仙比处理朝政更重要吗？明大人，您小点声。你什么时候学得如此胆小了呢？那皇上哪是什么偶然贵样啊，分明是听了李少君那个东西的鬼话。我跟你老爷，嘉阳公主从前方回来了。公主回来了。好，小夫人回来了，那我先走了。明大人，慢走。你再说说粮草的事情。魏大将军因为霍去病要绕道长途行军，所以把粮草几乎全部分给了他们。如今长安方面粮草迟迟不能接济，魏大将军大营内的粮草仅够维持1旬。魏大将军着急，所以就派景奎跟我一同赶回长安催运粮草。那景奎呢？到太尉府去催王大人去了。这个王怀恶，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难道他不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的道理吗？看来这件事情会很复杂。他还真的敢靠粮不发，贻误战机？王大人见色如主，于是有送信人口述。你家乾坤大人还叫你捎来什么话？请大人按原来的计划，暂时扣粮不发，拖上10天半月。这原先都商量好了，还用得着他远天远地的再派人来叮嘱？乾坤大人说，皇上若问粮草之事，大人尽可推说是卫青分粮不均，导致中军缺粮。总之，能拖多久拖多久，实在拖不住时，也不能发足，必须分成2批发放。这又为何？这因为卫青小心谨慎，所以派景奎和刘南一起回来催粮。这只有分成2批发放，才能将景奎和刘南2人分开。老爷，景将军求见。景奎，王大人，这是魏大将军的催粮文书，中军将士已经严重缺粮，请大人立即发粮，以解前线燃眉之急。景将军暂且回府歇息1、2日，下官正在加紧调集，等调齐后再发不迟嘛。王大人，请你抓紧办理，大军若1日无粮，将不战自乱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这个下官知道，将军放心啊。哎，粮库种地干什么呢？叫你们头目来，等着。小人见过景将军。我前日就把催粮文书交到王大人手里，你怎么今日还不发运放粮？小人只是守粮丁目，没有王大人的手令，小人不敢随便发粮。王怀恶没有给你下达发粮命令？没有。王大人说了，下面各州县的粮草还未运到，他正在催促，请2位再等1、2天。我们都等了4天了。哎，二位大人，哎，有话好说，好，你们别发火呀。把王怀恶给我们叫出来。我们家老爷刚刚起床，还未用膳。前线将士都快饿死了，他还吃一下早饭，让我们进去。公主，王大人，都4、5天了，
你的粮草到底是发还是不发？发呀，当然要发呀。下官不是说过吗？等调拨的粮食一到，立即就发。什么时候才能调到？这个下官就说不准了。王大人，前线缺粮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，你是知道的。都是下面那些混账东西办事不力。这样吧，我再派人下去分头催催。大将军，现在军中还有多少粮草？回大将军，军中粮草已不足10天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东方大人，公主，朱完，你都打听清楚了？小的打听清楚了，仅是城北小关庙仓库内就有10多万担粮食。这个王怀恶，他到底有几个脑袋，敢干这种事情？他的脑袋多着呢。皇太后临终前就逼皇上答应过，他是犯罪不死啊！简直无法理喻，他一个人就能抵得上几10万将士的生命吗？王怀恶故意扣粮不发，他这么做，怕是另有所谋啊！公主，请留步。我要面见皇上。皇上闭关修身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见。皇上御剑在此，违令者斩无赦。将军，您就网开一面吧，这关系到几10万人的生命呢。没办法，公主，末将也是执行皇上命令。你让开，出了事情我负责。公主，我今天就是死，也一定要见到皇上。拿下！皇上，皇上您出来！皇上，是谁在这大声喧哗呀？仙长，是朝阳公主刘楠。哼，荆楚反贼之女，胆敢冲犯皇上，杀了她！仙长，皇上都发火了，你敢抗旨吗？末将不敢。那还等什么？动手啊！诺。动手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住手！末将参见皇后娘娘。把公主放了。诺。快放手！你们都退下。诺。快走。皇后，王怀恶扣住粮草不放，皇上又闭门不见，前方即将断粮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？皇上已被迷住心窍，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还是只有东方朔。大将军。哦，乾坤大人，坐。不了，下官只是着急呀。这军中的粮草不足5日啊。长安那边尽管1日3催，可到现在没有动静，何去何从？大人得尽快定夺才是啊。不知大人对此有何良策？啊，不。哎呀，在下只是个监军，皇上的传声筒而已。军中大事，下官只有看只有听，没有参言的份儿。哼，监军大人过谦了。眼下只有靠诸位群策群力，共度难关了。难呐，难呐！如果长安的粮草再不运过来，一天就是2顿稀粥也坚持不了几天了。军心一散，那可是兵败如山倒啊！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王怀恶身为皇亲国戚，竟然如此混账，而皇上将几10万将士的生命掏在一边，关在黑屋子里搞什么闭关修炼？这样的皇帝，我们还保他干什么？现在说这些都没什么用，还是得想个法子把粮草运出去才行啊！哎呀，连东方朔都束手无策了，我能想出什么办法来？师傅，弟子倒有一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
只是，这个主意要冒很大的风险。事到如今，顾不得那么多了，说。大将军发信说，明天再得不到发粮的消息，只好退兵了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，还会让霍去病和他的10万人马孤军深入，全军覆灭呀！明天一早，我拼死闯宫，一定要见着皇上。人家早都算计好了，你这么去，只有白白送死，不会有其他任何结果的。那也不能看着几10万人马全军覆灭呀！看来，只有借助皇上赐我的那把免死之剑，硬逼王怀恶发粮。如果他执意不肯，我就当场杀了他，强行运粮。王怀恶也是有免死令的人，你杀了他，怎么跟皇上交代？不杀他，我的脑袋也会掉；杀了他，能保住前方几10万将士的性命。我不能在临死的时候，还做着亏本的买卖，那可对不住我东方朔的名声。好，东方朔，你要是上了刑场，姐姐陪你。姐姐，还有我。小人见过将军，让守库官前来见我。将军请稍后，小人马上进去禀报。下官见过锦将军。王大人令箭在此，立刻发粮。将军，请里面歇息，下官马上安排装运。谁叫你装的粮？是景大人拿着您的令箭向下官发令的。这是他们偷来的，快叫人把粮草献上，分下。啊，是。哎，别装了，别装了，快拿过去。师傅，冷静，冷静点。景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正要问问你，王大人，不顾前锋将士死活，克扣军粮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哼，我是都运使，军粮发运自有通盘掌握。你这该死的强盗，竟敢跑到太尉府偷劫令箭！来呀，给我将这反贼拿下！我看谁敢！啊，你敢反抗？快，给我将这反贼拿下！他敢反抗就杀了他！王怀恶，今天我岂能饶你？动一动，都被杀来，动就宰了他！景奎，我是皇亲国戚，你敢杀我，皇上会灭你九族！死到临头，你还敢嘴硬？今天我就代表前线的30万将士，先诛了这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贼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让开！大侠！东方大人，快劝劝我师父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人，公主，王大人还是不肯发粮。大侠，先给他松吧，我有话问他。王大人，前方将士已经断粮，你为何不下令发放粮草啊？我没说不发粮啊，是景奎偷盗令箭，骗取粮草，
本官好言劝阻，他反用武力来逼迫本官呀！大侠，那令箭是我偷去给景将军的。王大人，现在下令吧，立即发放粮草，不然这把曾经诛死过你老子的免死剑，今天恐怕还要斩下你的首级。你敢？我有皇上的免死令。我还有免死令，杀了你，我的免死令也就不存在了。日后等皇上出关，我自会向他请罪。大侠，给我拿下这反贼！跪下！东方大人饶命！金奎将军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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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要命？现在就下令发放粮草。起来！哎，你们快装车啊！装车呀！你看，这库里的粮食都装车了。东方大人请放心，第2批粮食7日之后保证办齐。那好，王大人好自为之吧。如果7日后见不到第2批粮草呢？那您斩了我！东方大人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东方兄，我这就押运粮草动身了，公主留下，等着押运第2批粮草。大侠，一路小心，昼夜警惕啊。景奎一定记住东方兄说的话。王怀恶虽然表面屈服，但心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在长安也要多加小心。我这儿倒没什么，就是担心押运粮草半道出事啊，所以要请大侠见到魏将军，务必要告诉他，一旦接到第2批粮草起运的消息，记住，一定要派人半道接应。不用，我一个人能行。可是我不放心呢。为什么？大侠，乾坤子为何突然提出让刘楠担当这个押粮官？现在，王怀恶又干出这种反常的事情，真是让人心弦如丝啊！东方兄不必多虑，到时候我一定亲自在半路上迎接公主。那东方朔在这儿就替公主谢过大侠了。老爷，您叫小人。你马上赶赴边关大营，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乾坤大人，不得出丝毫差错。小人遵命。这鬼也怕恶人，你吓唬他一下，他就老实多了。这第2批粮草，你让他什么时辰发，他就什么时辰发了。并不那么简单。前天发生的事情，我琢磨到现在也没有琢磨透，你千万不可掉以轻心。老爷都说了好多遍了，小妾知道了。还有，遇到山谷、树林这些险要之地，一定先要派真奇探探个清楚，切不可贸然行进。你看你还说没完没了。我真恨不得和你一起进去。你也太小看我了，我可不是那种中看不中用的绢花。那好，赶紧上路，你要多多保重。不行，我要听那句话。听什么话？跟我装傻呀？就我一个人听的那句话啊！快说。哎。
保重啊！都保重。驾！景将军派手下朱婉领着3千军马前来接应。小人参见公主。朱婉不必这样，是景将军派你来的吧？本来师父早就要亲自前来，但大营中事务繁琐，一时不便脱身，所以派小的带了3000人马前来迎接公主。有劳你跟你师父了。其实这里离大营也只不过是1天的路程，你们也太小心了。师父说，越接近大营就越应该小心，因为离匈奴也更近了。不错，朱婉，小人在。命你带领本部人马前面开路，并找好今晚宿营地，及早安营扎寨。小人遵令。公主，请。公主，您连日辛苦，早点进帐休息。外面巡查之事，交给小人便是。最后1个晚上，一定不能出事啊！公主放心，我的人马今晚一律不睡觉。也好，只是辛苦你们了。哎，公主，您千万别这样说，小人一切都是听从师父安排的。也好，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汇报。是。怎么了？啊？我梦见刘楠了。哎呀，这才分开几天就寻死觅活的，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哎呀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梦见粮草被人劫了。行了，谁知道你到底是梦见粮草了，还是梦见他了？照这么下去，粮草还没出事儿呢，人就先疯了。实在是放心不下。没事儿，不都说梦是反的吗？你梦见粮草出事儿，就说明他没事儿，对吧？睡吧，睡吧。但愿如此了。真的不会出事儿吧？不会。按计划分头行事。是。公主，不好了，有匈奴进来了！快，保护公主！保护公主！公主，你怎么了？你们保护公主突围，我带人断后。快！
全烧光了，大人就好吧。哎，大人，你看那人是谁？你，对不起，我也是奉了乾坤大人之令。乾坤大人说了，他会好好照顾你妹妹的。乾坤，好狠毒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快告诉我妹妹，他们要杀人灭口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等一下，公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哼，他身为押粮官，玩忽职守，损失军粮，罪不可赦。乾坤大人，景将军，不要妨碍本官公务。走。啊，走。100万斤军粮被分大半，一个偏将饿得实在无法忍受，擅自带兵出营抢劫匈奴牛羊，1000多士兵全部被杀，一个都没回来，1000多士兵啊！皇上，刘南玩忽职守，罪不可赦。东方朔，你有何话说？臣无话可说。黄怀鄂，微臣在。你的职责何在？禀皇上，微臣得到粮草被烧的消息后，立即派人紧急征粮。现在粮食已全部星夜发往前线，请皇上放心，我军已无粮草之忧了。是吗？是的，微臣敢用脑袋做担保。不该让他去，不该。事情不出也已经是出了，你别过于忧心了，啊！你放心，刘南虽然已经被关押，但卫青那儿是绝对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的。我不该让他去。哎，这倒是奇怪。那个王怀鄂之前不是说没有粮草吗？怎么刘南一出事儿，他倒把新的粮草押往前线了呢？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计谋啊？我不该让他去，我不该让他去。皇上，我们大获全胜了！匈奴单于被霍去病将军斩首，左右贤王死于乱军之中。浑邪王率领匈奴5万士兵、10万百姓投降于我大汉。好，想我大汉
手墨相连，前赴后继，死了多少忠勇将士，经历了多少残酷争斗。如今，终于剿灭匈奴，肃清大漠，北部边患从此消弭。自朕高祖时代的耻辱，也都一雪而了。乾坤子，臣在。你，还有远在边关的卫青等人，你们是朕的栋梁。待卫青率领3军班师还朝，朕一定要好好的犒劳所有的前方将士。微臣代前方将士恭谢皇上。皇上，赏赐忠勇，就不能不严惩怯懦，以示鼓励士气，巩固江山。当然，朝堂要务一奖一罚。怎么，乾坤爱卿有话要说？臣参合刘南，他丧失军粮，涣散军心，险些让我3军溃散。臣已将他先期带回，请皇上重罚。那带刘南上殿。皇上有旨，带刘南上殿。罪臣刘南叩见皇上。刘南，你知罪吗？臣知罪。诸位大臣，对刘南之事，你们有何说道？皇上，臣以为刘南因父兄之事，一直对皇上怀恨在心，此次故意借敌手烧了军粮，目的就是要报复皇上，阻止我汉军的胜利。此人真是用心歹毒啊！皇上，王大人直言不妥。刘南一向对皇上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皇上，臣以为王大人所言过于牵强，刘南犯下何罪，应受何刑，应推核事实，绝对不能捕风捉影，随意罗织罪名啊！张大人说的有理，刘南一案应交予张大人详加审理，再做定案。张涛，臣在。刘南一案，朕就交给你了，你要用心审明，禀报于朕。臣遵旨。明妃大人，您就请回吧。东方朔说了，他今天不想见任何人。我就是要跟他说说话，我是怕他憋出病来啊。明妃大人，明大人也在这儿。哦，请将军。大侠，秋姑，让我见见东方兄。恐怕不行，他已经睡了。今天我一定要见到他。大侠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？我是来当面向他赔罪的，我没有保护好刘南公主。哎呀，大侠快别这么说，东方朔听了会不答应的。说也奇怪，那晚上，刘南手下的守粮巡逻士兵，竟然会如此疏忽，竟让那么多的蒙面黑衣人闯进了营寨。你说什么？偷营人不是匈奴人？哎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快回去躺着。大侠，我问你，那偷营人，难道真的不是匈奴人？我看不像。啊？不是匈奴人，难道是自己人呐？那些蒙面人，难道就没有一个死伤呢？你们有没有检查过他们的尸首啊？
当时我只是担心刘南公主，立即陪她回大营，收拾战场的事，都是钱坤子。我这就去找那个钱坤子。明大人，没用。如果这真是他耍的手段，你就是撬开他的嘴，他也什么都不会吐露的。皇上下朝了。皇上，臣妾知道此事不宜多嘴，可一想到刘楠姐姐，臣妾寝食难安啊。张汤已经审明了，军粮被烧一案，应由刘楠和朱婉负起主要责任。那他们该当何罪？一天里可能遇不到好天气，我可以寄人篱下再多笔，冷对白眼嘲笑，管听闲言碎语。就算遇不到好天气，不可以遇不到贴心知己，没有温暖。真要杀刘楠？也正好，算是给他东方朔一个警告。这次灾大，不仅仅是你刘楠，还有景奎，还有罗启。还有秋姑，